欢迎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进入直播间。欢迎电 Brandy 进入直播间。电 Brandy 说：“看看是谁。”哎，家人们，欢迎 Brandy， 欢迎 Brandy， 欢迎 Brandy。早上好，早上好，我把我的早餐点出来。早餐，我的早餐。哎呦，哎呦，太大了！允许我早上起来先把视频投了。我的早餐小一点，不要挡住我的麦克风。欢迎 Brandy 进入直播间。欢迎 Brandy 回来，不要挡住我的麦克风。花钱约的稿呢，不便宜。电 Brandy 说：“吃啥呢？”今天是哈密瓜酸奶燕麦碗加拿铁。我的。看看啊。电 Brandy 说 ：“OK， 健康，减肥。哎，我这星期又减了2斤，又减了1公斤，呜呼，非常好，正在有序减肥。不知道这个哈密瓜酸奶碗怎么样？新口味，新口味。电 Brandy 说 ：“Walk 666，可以，以1星期1公斤的速度再往下降，还是可以的啊。”投点视频。稍等，我看一下。欢迎墨染旧城。欢迎墨染旧城月中午，早上好，早上好，跟我一起吃早餐。哦，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我知道这是什么视频了，嘿嘿，不知道能不能过啊，我靠 ！B 站版，我也，哎，我真是每天都是起名废物，大家一般都怎么起名啊？好，我每天就是抄别人的视频，就是抄别人的视频的，抄别人视频的标题啊，这个挑战审核下线。哦，这个做哦，这个大佬，我说这个大佬做的好好，一看哦，好像我关注他了，不好意思。挑战审核的下线。我觉得审核会不会把我的 ban 掉？靠，每天投稿的时候，审核就各种 ban。
没有，我涂黑了，没有什么健康的。我的人物都涂黑了，也没有露点，凭什么不让我过啊？可以喂。欢迎人间烟火气进入直播间。欢迎人间烟火气晚上。我靠，我竟然还有一个视频的预约吗？我去，我怎么取消这个视频预约呀？欢迎人间烟火气。我看一下，我怎么取消掉我的视频预约？感谢 Brandy 的点赞。之前取消了视频预约之后，把视频删了，但是那个预约还在，看看啊。还是好像让我必须关联这个视频预约 ，why？ 我看一下，我搜一下视频预约怎么取消。视频预约的视频，怎么取消？这都是观众想的，没有UP 主，不管了，我先关联吧，先把这个点出去，到时候再说。欢迎电 Brandy 进入直播间。欢迎电 Brandy 回来啊！明天的投稿，我靠，我又在掉粉，真他妈服了，掉到了2万8，原来是2万8080多个人，现在变成70多个人了。我操，我怎么他妈在掉粉？我已经涨不上去了，so sad。可能瓶颈就是2万8了。本来还想说到5万，那个号说不到呢。花，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说有没有副作用小一点的类固醇？那不会，兄弟，我只是为了减肥，我又不是为了增肌。你小看我了，我这个人是很懒的。有点高看我。说学阿诺，不学。OK。等一下，我要定时发布。明天8点。看看能不能过。气死了。电 Brandy 说，早上空腹喝咖啡是空腹喝咖啡。对，早上空腹喝咖啡。来一口我的哈密瓜燕麦酸奶碗。我的评价是，不如前2个好吃。好，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菠萝。电 Brandy 说，阿诺早上空腹该吃什么？阿诺，我都是喝粥的。不知道，没怎么看过阿诺的直播，一般。还是这个哈密瓜不行，有点水，有点水，而且口感也跟这些不太搭，太脆了。别看。OK， 引史是吧？引荐大师。只有我的小红书、抖音有没有在涨？抖音好像也在涨。小红书、抖音，除了 B 站，我的账号都在涨粉。干，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啊吧吧吧！啊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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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说，花，你试试西葫芦刨成丝拌酸奶。哦，我有看过那个，我有看过什么无奶油意面，我有看过，我有点过那个博主。武汉暴雨，武汉下雨了。电 Brandy 说，就那个。我有看过，关注那个博主了，但是我不想试。
不好吃啊，兄弟们，不好吃啊！哈密瓜酸奶燕麦碗不好吃，家人们不要学，因为它太脆了，所以没有很好的和这些燕麦酸奶融合在一起，失败。好的，稿件回退，来查看一下问题。您的封面内容全程涉及身体部位暴露、露点、凸点、透点裸体或突出敏感部位，违规画面。哈哈，真好，被全禁了。来，我们打下码，我们再投。电 Brandy 说，就是不信邪，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不信邪，家人们就是不信邪。打个码，我再投出去。可恶，我明明已经涂黑了，他为什么还是不让过？我只穿了个白色的比基尼而已，可恶！竟然如此对我！哎，什么时候原神再出小男孩啊？我的电 Brandy 说，喝杯速溶去。哎，怎么喝速溶了？拉了，你拉了。既然都打码了，不如就上原版好了。欢迎轮回者批发于总进入直播间。欢迎于总，欢迎舰长归来，呱唧呱唧。怎么喝速溶了？怎么拉了，家人们？电你怎么拉了？一会得出门。那出门也不影响做杯咖啡呀。轮回者批发于总说，花。也不影响做杯咖啡呀。10分钟的事儿，10分钟的事儿。尤其你如果有电动的，就更方便了。轮回者批发于总说，瑞幸启动。瑞幸就这么说吧，瑞幸那些基本上就是靠，哎呦我靠，基本上就是靠它的那个糖浆。豆子其实是很苦的，你去喝什么麦当劳、肯德基那些连锁店，他们的豆子都是很苦的。因为苦豆子它的风味才会一致，你知道吗？就是苦的很一致，确保就是你每一家就是品类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你自己买的话，只能喝到不同风味的豆子。见 Brandy 说，罗豆启动。啊，对，还掺杂一些罗豆，是这样。欢迎言自鱼进入直播间。欢迎言子鱼。电 Brandy 说，早上好。古稀才喝阿豆。对，我罗豆喝是那个山姆的那个来了，山姆的那个99块钱的那个豆子，那个豆子就是他们有人说掺了那个罗豆。我爸喝了之后说，批发于总说基本上就喝拿铁不放糖。不，他那个奶也是调制奶，兄弟，他那个奶也是调制奶。我投完这个视频，我想去拉个屎，我操，喝几杯咖啡想拉屎去了。我靠，我的肚子在那啥，待会儿一会儿该喷射了，我操！我去拉个屎。我看我投完这个修改完这个视频行不行啊？不赖。OK， 去拉个屎了，家人们，去拉个屎。欢迎菊土豆豆进入直播间。菊土豆豆说：“早上好，笑。”轮回者批发鱼总说：“经常还上厕所的们。”
菊土豆豆说 ：“Oh，哎，回来了，欢迎菊土豆豆，早上好，早上好。刚才去拉屎了，金蝉当然上厕所了，金蝉怎么不能排泄？我又不是有口无肛门生物。哎，看看我的视频怎么样？过审了吗？我还在审核中。今天人到10点的时候，咱们更新一下1999。今天199更新了，我们开播晚一下，等到10点，让10点开播。电 Brandy 说：“你是来拉屎的吗？”我就是来拉屎的。有人直播了15分钟就去拉屎了。轮回者批发语总说：“早上坏。”怎么早上坏？吹楼。菊土豆豆早上好，要说捂脸。要说早上好。哎呀，我最近在看那个二重螺旋，二重螺旋，虽然我已经退坑了。应该这样说。二重螺旋虽然我已经退坑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全干就意味着我没有时间玩，然后我就没有办法获得角色。就是全干其实并不等于减负，它反而是一种增负，然后太干了我就说：“我三爷您吉祥给您请安了。”可以，这下去吧，小垫子，下去吧，啊，真知道了。然后就退坑了，但是它的配音真的很好，但它的渲染，它的模型渲染很垃圾，但是它的配音还有剧情我觉得挺不错的，挺生活化的。配音就是，就不像其他的二游似的那么就是那么难理解，那么拗口，你知道吗？整一些专有名词。大家看一下，我们播到还在审核啊。视频太难审核了，以至于要审核很久。我们看视频看到10点钟，然后我们去1999播一下抽卡，看一下那个啥，切一下。轮回者批发语总说：“我都有点戒二游了，现在在洛克王国。”现在洛克王国啊，洛克王国不打算玩了。豆豆说：“有新视频呢。”OH 不是我那个大号的新视频。刚才投完之后被 ban 了，我看怎么又被退回了？批发语总进入直播间。为什么封面1、封面2中设题？我操，这回是封面了！好，我改，我再改。操了，兄弟们，我真服了，哪有？该遮的都遮了，气死我了！欢迎 Matt 进入直播间。就不信了，欢迎 Matt R， 晚上好。这总行了吧？我服了，兄弟们！再接着投。轮回者批发语总说：“电 Brandy 说666。”来了，我这个看了一半了，豆豆说：“捂脸。”硬的，就喜欢让人跑来跑去是吧？小白莫要心急，华胥有句古话叫做好事多磨，耐心些，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电 Brandy 说：“这哪家做的？”英雄互娱，原本明朝本身打算去找英雄了，后来给腾讯了。英雄互娱放弃了明朝，选择了他。这个游戏不知道，这游戏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了。
它就是2游版的那个银河战甲，星际战甲。但是它的配音我觉得做的最好的。欢迎中心破人，晚上好，早上好。危害你，我绝不宽恕。不，它这个你看看啊，它这个已经是几点几版本了？中心破忍说优。它这个应该你看看，它这个应该是。布尔哥们刚才对话的界面有点像原子。哎，都大差不差，兄弟们，那2游都跟那啥。你看，就已经1.3版本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吧，豆豆说还是去年？有点大声。有点大声吗？那有点大声啊？有点大声没有吧？有点大声。这样好，我先。OK。是去年年底还是 ？OK， 是我是在纠结，我是在想我是降低视频的声音还是降低你们听到的声音，因为我觉得听的还好，就是如果降低视频的声音，我可能听的声音就变低了。欢迎离归之人进入直播间。欢迎离归之人，早上好，任务无声。但是他最好的一点是他当系 UP 的那个角色会飞，比较好跑图。我干出来之后确实跑图很方便，但是就是确实有点太干了，然后又卸了，每天也不玩，所以就角色获得的就比较慢。本来打算当养老了，后来真的是不愿意每天登了。真的不是太愿意每天登每天打，而且最关键是他这个用手机玩还很麻烦，手机玩特别不方便，因为他这个角色机动性特别强，你用手机玩没有键鼠操作那么好。你看像他这个说三爷玩不玩 Easy Red 2？什么东西？什么叫 Easy Red 2是啥？这是啥游戏？举土豆豆说2游玩一款就够了吧？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看剧情。Easy Red 2是这个机关白认得。易红是啥？我懂的。看你适合，我操你这个。电 Brandy 说2战射击游戏。我操，不玩。除非你们上个总督或者提督，我就给你下这游戏去。不是很喜欢这种射击类的游戏。说可单人可联机啊！欢迎尼玛猪肉进入直播间。欢迎尼玛猪肉，早安，早安，尼玛猪肉说早安安，早安。今天在看，这昨天更新的吧，还是前天？二重螺旋的游戏剧情，不是我在玩，我在看别人玩。我把别人弹幕都没有弹幕的嘛，我还以为关掉弹幕了，一条没有。现在能玩的基本上都是氪老了，像我这平民真的少之又少，而且它收集要素还多，他所有角色都是干的。最重要的是有抗战的战场。OK， 过不去了，我操！最关键他角色就是平民，就是干，就是你甚至没有那种。你每天等着白嫖，然后等着复刻，然后攒齐了抽的那个还没有。就是你想获得游戏，你就必须得上线去打他的那个副本，打副本呢还不一定出，还得有概率出。哎，太干了，太干了！我估计我感觉抽一个角色就要我老命了。说，对他这个游戏就主打的就是你人物获得是不需要花钱的。就是你也可以花钱，你花钱就买碎片。欢迎玲珑，早上好。你花钱就是买碎片，然后你花钱是买碎片，然后但是你也可以干，就是你的人物、武器，还有你可以理解为圣遗物那一套东西吧，都是可以干的。
就干度很高，非常高。你如果没点时间，真的玩起来挺痛苦。而且你人物没有白嫖获得的方式，就是豆豆说铁柱磨成针2游是这样，藏的也太深了。就是你角色获得，你要么干，要么你就得花钱，没有就像说什么啊，我每天登录，然后领一点点签到奖励送的那个。我已经无法当干弟了，无脸。是这样，我也是太累了。然后它不像其他游戏似的啊，我可以等着摸鱼签到，然后攒个10字，然后去抽看看能不能出来。它不行，就是你要么干，要么就花钱，没有白嫖获得白嫖不动，然后获得角色的这个选项。你白嫖不动只能获得皮肤，它只抽皮肤，只抽外观，抽卡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所以有点鸡肋，就真的就是你感觉就是你摸鱼的话，你的人物进展是0。是对着他做出刚刚找到的那个动作，对吧？本魔王的记忆力可是很好的。跟我来吧，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苏怡。哎，你就是苏怡？贺州的姑奶奶不应该是个70-80岁的老人家吗？我懂了，这一定是某种返老还童的神秘魔法力量。本姑娘只是辈分高而已，辈分又不一定和年龄挂钩。这个是这次更新当期 UP 角色。我是山外山的司礼，基书派第17代传人。克州那家伙的师爷和我同辈，所以他得尊称我一声姑奶奶。接下来我会为你们带路。你好，然后我还真攒出来一个他们当时的那个角色的皮肤，但是那个角色我懒得干了，我真的不想干了，空有一个皮肤用不了。你是自称纯白的救赎光之魔王大人，虽然总是爱说大话，但其实心思简单的海伯利亚角角。言自鱼说2游好啊，2游得完了。可爱的菊土豆豆说无脸。是这样的。以及你，来历神秘、有着奇特能力的白发勇者，只留万里迢迢请来的座上宾，是30个碎片，30个碎片。对了，听说你超级30个碎片兑换出人，好像是。务必来帮我测试击溃的实战数据。但是它有2种，但是你那个副本会开，一种是10个碎片，这种就比较值，这是最高的。还有一个是2个碎片啊，其余就是一些各种素材啊、垃圾啊这种。真是对不起，你得不断的去干那个角色碎片的副本，要不然你就自己花钱。就让这只小小蚁鸟给你们表演一段飞行绝活吧。这人物是最简单的，人物可以直接获得碎片，然后武器是你要先干出来2个它的专属的合成的东西，然后你还要再干出来它的手机，这一个跃出一个算厉害的。是这样的，就很干，就可能得干个，你要是飞的话得100多次，那个副本你得至少上100多次。非常多的岔路口。然后，通往基地的路线每天按照周当然它会有一个保底机制，但是那个保底机制也挺干。你想同样的副本，你们可要跟紧了，对。然后你就要再去合成，合成也有时间，然后就很复杂。然后这是你武器，然后武器是跟一样的，武器应该是5命还是6命，人物是6命，恐怖吧？恐怖这个干量吧？但是他所有的角色均是可干的，就是当期 UP 的话，他干量吧。但是他所有的角色均是可干的，就是当期 UP 的话，他当期 UP 的话，他的武器副本开启，就是你武器副本开启的获得方式，你可以理解为它的那个钥匙的获得方式是在当期的副本。上班已经很累了。它的是打它那个深渊副本会给，这种就是当特定的副本，还有一种就是周本，
就是他当期过了之后，他就当期是在深渊，过了之后，他可能过段时间会在周本里出现。你打周本会出专属的副本的开启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回来啦，小苏。但是好像外面还平安吗？像他这种 UP 角色啊，是没有办法通过兑换获得，就是普通商城兑换。落下的腿伤还没好利索呢。我没看到过，可能我退的有点早。但是他那个商场里面兑换的是常驻角色，常驻角色还有一大堆，也就和天天保持常驻角色还有武器也有，大人喽。就是你一打开就是，我操，海量的海量要干的东西。外人面前就别唠叨这些了。哎呀，老了，眼神。但是我还是干出来了第一个 UP 角色和他的专武。柯州那小子正念着你们呢。柯州，他已经回来了吗？刚回来，他在前头等着你们呢。好啊，我可是有不少账要和他好好算算。我们走。所以他第一期当期的 UP 角色还不错，而且剧本写的也挺好的。你哪见过那个你当期 UP 角色在主线剧情里就给写死了？其实就是死了，但是他留了个尾巴，就是说。这个啊，你可能还会复活，就还有复活的可能。然后你的豆豆说，刚完气了，出窍。是这样，太累了。但是他当期确实好，他当期 UP 那个可以飞，就是跑图比较方便。但是他的飞也有时效限制，他是先掉血掉完了之后掉那个右下角的能量槽，我被我的例会挡住了，你们可能看不到。都掉完了之后，它就会掉下来了。但是在战斗中间，你如果一命的话，还是几命？你是打人可以回血的，你就可以一直在天上飞。我们山外山的风景是不是很？可州刚瞒着大家在外面捅出天大的篓子，就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像话吗？电 Brandy 说：“我情愿玩红色沙漠了。”我也看了，我感觉就是知道姑奶奶办事愈贴，滴水。其实我也挺想让基地的大家看银子这天玩。我也觉得挺想玩红色沙漠，这个家得散。等他什么时候打折吧。别以为你说几句好话，我就能放过你。这次可没这么简单，招惹什么不好，非得招惹白龙那个避暗头子。这下好了，外面全都是避暗和应天卫，够你喝好几壶的。我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山外山了吗？咱们有天罗飓风仪在，能切断大风9章的感应，那些蠢狼学不过来的。你还狡辩！要不是有他在，你的小命早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快，赶紧帮我求求情啊！这个刻舟有一种配音很年轻，但是建模有点老成的感觉，又老又年轻。但是配音是真的好，这个游戏配音是真的好。说啊，对，还有这个举世无双的天才美少女，还有这个做事特别可靠，非常值得信赖。欢迎回个微信进入直播间。他还有这个就是就是这个点儿，这个点儿呢，后续也可以兑换东西。小葡萄，你还真是就是像有一些选项是够了，别再说了。课桌那小子的账，我之后再和他慢慢清算。还是先说回正事吧。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已经了解了。只留吸收了竹音的力量，欲求成神。虽然暂时无法确认他的真实意图，这个微信，但他很有可能成为山外山的潜在威胁。总之，这次情况不容小觑。你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我不想被只留牵着鼻子走，我得尽快打破他的布局。赞同。如今的当务之急是早日找到那个女人的踪迹，也好对他下一步的谋划有所打算。很遗憾，这点我早就想到了。OK， 根据城中密探传回的消息。刚才说到哪儿？他昨日在天路寺门口现身后，整个浩京城再无人目击到只留的踪迹，就连天上徘徊的机关娘也无能为力。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或许我们现在的反应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啊。简单讲一下前面的剧情前情提要啊，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儿是只留带进来的，但是呢，欢迎电 Brandy 进入直播间。
然后欢迎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但是后来 CH 就是这个地儿是一进入直播间个就是没有犯罪的地方，当你出现犯罪的时候，那个避案那个怪物就会出来把人咬死，就把人带走了，就人就嘎了。然后后来我们经过发现，就发现这个指流想要控制了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比较大的 boss 吧，把力量吸收了。然后这个咱们在这场剧情开局，就是他先把我们的那个剧情抹去了，就是跟我们反目成仇的剧情，他给我们抹了。然后但是后来我们经过前面就是几批的这个剧情，就是现在就是记忆回来了，然后所以我们就转而跟着这个刻舟一起想办法怎么推翻指流了。但指流是我们当期 UP， 对，就这个游戏就很有意思，就是当期 UP 和剧情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就当期 UP 角色也可能是反派，你知道吗？有可能是嘎了。就比如说第一个这个游戏第一个 UP 的角色，豆豆说莎莎讲故事环节，对，赞。就比如说这个游戏最开服第一个 UP 的角色，既是当时主线的 BOSS， 也是，然后也嘎了。就是他们就是这个游戏的设定，就是这些超能力人，就是在不是在这个地图啊，就不是国风地图。第一个是有点像那个崩铁的那个冰原的那个图，然后在那个图里面，像他们这种欢迎78372628粉丝进入直播间。像他们这种有特殊能力人是被歧视的，然后他们也会就是觉醒力量之后可能会暴走，变成那个没有理智的怪物。咱当期 UP 角色就是变成怪物了，然后咱们就把他给打死了。打死了之后，但是官方留了个尾巴啊，说可能还会复活，但是后面就没再讲他的事儿了，挺有意思的。人家配音也挺好的，配音是我觉得比较好的，那个讲的故事啊也没有特别的难以理解。然后到这张图国风地图，他们对待他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就不太一样，他们就觉得有特殊身份的人是这个有龙氏就很牛逼啊。目前看来，但是他们就有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从而知道他接下来的步骤有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有一个目前有个至上的存在，或许有些眉目，他会惩罚所有出手伤人的人。就这个东西就是很悬衡机书两门显学。就是他是很无情的那种，就是你只要伤害别人，你可能就会被他给打了。就即使你是被伤害，就是你是被击的那一方，但是你只要伤了别人，你也可能会被他带走。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些人故意就是激某些人去打，然后一旦自己受伤了，马上就会引这个至上存在来把对方消灭掉。未曾想到身为龙渊上卿的指流，竟是无穷藏派的传人。接下来，我打算去城中寻访无穷藏派的现在剧情应该就是主角想要推翻指流，我也跟你一起去，因为现在是把指流当成大反派了。根据线报，城中如今风声正紧呢。你们在直律阁对白龙神大不敬，现在碧岸和应天卫都在四处抓捕你们。依我看，你们还是先待在这里，暂避风头比较好。苏姑娘所言有理，先前你与太昊交手，力量过度消耗，正是应当静养的时候。此外，这趟我还有些私事要处理，可能不便与人同行，抱歉。既然你暂时不方便露面，就让本人替你出去一转。你就给我好好待在山外山，别出去添乱了。别忘了，基地里的大小事宜都需要人手。谷底伤人的野兽清理了吗？破损的屋顶修缮了吗？先前你满口打包票说要帮忙，这些空口支票还从来没兑现过呢。有一件事姑奶奶可能不知，这两位和我可是拜过把子的交情，很乐意替我代劳，一起为基地建设添砖加瓦。克州，你不想干活也就算了，怎么还推脱到别人身上？非也，乍看之下是我克州在借说，姑奶奶但其实是姑奶奶听了你们的事迹后，对你们仰慕已久。我为几位创造相处，就是有点那种难惹的女角色那种感觉。闭嘴！真是的，感觉像是个傲娇。胡言乱语，傲娇已经退版本了，就没一句是真的。
那个刻舟，我刚开始看那个建模，以为是确实觉得你很厉害了。不对，以为是个大叔音，但是声音很年轻。你们是客人，哪有让客人来干活的道理？看在你如此仰慕白和小仆从的份上，也不是不能搭把手啦。我们留在这里帮忙做点事也是应该的。你们愿意固然好了，不要受那个家伙的话术影响就行。我先替山外山的大伙，谢谢你们了。那我便先告辞了。若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赶回来。好，福叔姐姐，我们等着你，你一路上也要小心哦。你们跟着我来吧。这个福叔是个奶妈，参观山外山的好机会。是这里头的唐叔最近腿摔伤了，医生，有名的医生，让他能快点好起来。基书派的实验风险有这么高吗？但我们基书派先祖局有训，探新开物，虽险扶辞。就算新的造物有风险，也要勇敢尝试。试验新世纪溃易出意外，习武之人也时常受伤，因此我们特意开垦了一块药田，就在山巅高处。来，从前面穿过去就到了。依我看，只要在那恶鸟大大咧咧靠近之时，趁其不备，引弓长射，就能将它一击拿下。可惜我的准头还是不太行，要是一箭射空，在这埋伏半天的功夫就白费了，身上这些斗大的蚊子包也白被咬了。不行不行，还是得想想其他法子。师傅前几日刚教过感应机关的制备方法，正好适用于这种场景。但是要把它还原出来，这俩还缺上几种材料。这俩建模好 low 啊！要等到早期材料，这脑袋和脖子都不一色。吃饱喝足，抖抖羽毛飞走了。其实它最开服在哪里渲染不是这种风格，它是偏2D 的。后来更新了一次之后，就变成这种，有点偏3D 了。还是课业时间吧？怎么不去上课习武，反而躲在这里？可能是。可能是想优化吧，因为之前渲染的话可能会有点卡。这下可有人要就是你把那个特效开很高的话，可能会卡。你先听我们说完。进入直播间。不是2个早上好。逃课是我们不对。我们10点钟去播1999。执勤时飞来一只恶鸟，它不仅造正好今天1999新版本更新了，可以播一下抽卡。众所期待的1999抽卡环节。之前有人谁问我来？说我什么都听不到，在上课不敢开声音。哦 ，OK， 那我打字发吧。他听了这事之后，不思量，自难忘。说，但是那鸟浑身心眼子，警惕。那你好好上课吧。我们在这里蹲守了好几天，都没捉住它的一根羽毛。那你们怎么不叫人帮忙？ Brandy 说，你好准备了。以后还谈什么惩恶扬善、杀夫人的下划线 CH 说，那你好好上课。Dog 是这样的。电 Brandy 说，还差1分钟。我设了闹铃。正巧他来了，就让他来给你们露一手吧。我们聊我们的。难不成是和我们跟不思量说你要好好上课，然后我们偷偷聊点。我们聊的。这下见到真人了。打字的内容和实际聊天的内容可以不一样，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们可要好好观摩了。菊土豆豆说，还有别的二游 Dog 对的。电 Brandy 说，对的。抓紧1999是很特别的二游，因为我很喜欢看美剧，喜欢看美剧的人一定喜欢1999，就是有关你看美剧的话，你应该知道有一个到点了。哪里学来的台词？如果你看1999的话，我看等一下看一下我的视频过了吗？操，过了，牛逼！终于他妈过了，我靠，真不容易，家人们。菊土豆豆说，浑身都是干。还好，我玩的游戏都是比较减负的。1999其实没有很干，1999是我玩的最认真啊，因为我已经全欢迎点指点进入直播间。欢迎点支持，早上，因为我是全收集，全卡池角色。
所以我就会觉得不是很干，也不是很难打。1999是那种点点点的小游戏，我后面会说126小时，手机啊，这是模拟器的时间，还不包括我模拟器下的晚，我模拟器下的晚。之前真有别的模拟器，真有喵喵，后来喵喵好像不更新了，我就又下了一个，然后就改成 Tap 好像是官方了，就是1999官方的了。后续出这个夜幕之下我也会玩的，今年吧，今年应该就公测了。1999这个夜幕之下是1999前东家做的，他俩风格都主打这个西幻风格、欧式风格，就西方风格，但是1999更西方一点，就是你看美剧会很喜欢1999，就是我可以在我的美剧群里面找到1999游戏的攻略，你也可以讨论1999，就是一个很牛逼的点。就你可能在澳游圈没有人讨论1999，但是你在美剧群里面，你竟然可以讨论1999。有一回我在讨论1999新出的角色的那个攻略，你知道吗？我还以为是我加的1999群，结果点出去一看666，真的，结果我点进去一看，我操，是原件字幕组，是个字幕组在讨论1999。所以喜欢美剧的人会玩1999，因为1999真的很美剧。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就这个夜幕之下这个游戏，它应该不是，它虽然说是有英语配音，但是它整体还是日式那一套，而且它是女性向的，偏乙一点，这种没有1999那个西方感那么强。而且1999有一说一剧情是真不错，它第一个大版本就是1点叉版本的最后的主线剧情是真不错。很美剧是什么意思？很美剧是什么意思？这个还是很难讲，就是你如果看很多美剧，你就能感觉到，就是比如说美剧或者欧美剧，然后日剧、韩剧风格都不一样，风格都不太一样。你看的多就会觉得了，尤其是你看他那个剧情写的也很不错。就他的1.9，就是他的1.9，当时那个大主线完结的时候写的非常牛逼，尤其他前面几个主线剧情也写的很厉害，很感人，看哭了，我靠，看哭了。最后也是看哭了，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看。1999 1点叉版本的更新的所有剧情，或者看主线剧情也可以，那些活动剧情可看可不看，写的非常好。现在更新2点几版本和3点几版本感觉一般，就是1点叉版本太牛逼了，以至于显得现在这2个版本的剧情很一般，太惊艳了。我靠，我觉得我可以再看一会儿，这还搁这更新呢。我再看会儿，再看会儿，兄弟们，再看会儿。且着呢，一时半会儿还更新不了呢。哎呦我去！一下载之后，我视频都打不开了。鸟又听不懂你说话。是刚刚听到有人在念话本，台词还挺威风的，被你听出来啦。橘土豆豆说：“电脑要爆炸了！”大笑。没有，应该就是下载占着网速。我靠，这个追击线好牛逼啊！
之前抽到过剑，但是非常非常难弄。坏鸟，坏鸟，叫你成天得意洋洋，这下阴沟里翻船了吧？因为你得瞄准，不许再偷吃我们的草药，所以就很难打，不如那个突的机枪好使。太厉害了，姐姐，简直是闪电般的身手，我们还没看清楚动作就结束了。先别急着高兴，小小一只鸟，耗上几天功夫还捉不到，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你们现在学业不精。阿纯，感应机关的制备材料明明有很多种替代方法，再不济，为千机渊加装射击模组，通过手动操控也能将鸟儿抓获。要是思维不够灵活，拘泥于定式中，可没法成长为优秀的击溃师哦。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再说你，小野，高明的射手不用说这么近的目标，就算是高空之中机不可见的鸿雁，也能一气呵成的拉弓击坠。你近期的射靶是不是疏于练习了？可能舍友偷懒了那么几次了。自己去舞场领30组射靶训练吧。这个配音，你们这功夫对上应天卫，连一招都撑不过。不知道这个配音团队是哪儿我的？明白了。你们先回去上课吧，配的挺待好的。会儿会来检查你们有没有在好好听讲的，不许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快去！知道了，苏怡姐姐。一打岔，差点忘了正事，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你们看我的眼神怎么这么犀利？小表情还是挺好的。只是山外山的孩子们比较无拘无束，他们大多数因为大风9章失去了父母，所以我才会偶尔替师长管教一下他们。好了，还有1/5不聊这些了，才过去了我们还是赶紧去采药1/5。吧。电 Brandy 说，眼神很掉力。是这样的，他这个小表情还挺不错的，就做的挺有活人感的。他这个剧情做的确实不错，挺有活人感的，最有活人感的二游了。所以我才一直想看他这个剧情，虽然游戏不咋想玩了。欢迎菊土豆豆进入直播间。欢迎菊土豆豆回来，看他这个要是没有我那个会飞的角色，就很难过去，他也得从边上跑。欢迎陆秋元，早上好，早上好。现在在等待1999更新，然后我们更新完了我们去玩。现在在看别人录的二重螺旋的这2天新更新的主线剧情。陆秋元说：“用上了吗？”用了。我们去采了些治摔伤的草药，特意给你带来了。给你们看一下。把草药捣碎了，和上姜黄粉，再敷上几回，伤基本就好了。我的早餐在这儿。哎呦我操，太大了！小苏还是这么记挂着我的伤，今天的早餐小棉袄啊！那我可得赶紧把伤养好，不能让小苏天天操心喽。来的正好，这天罗飓风仪的调教工具你也一并拿走吧。但是不推荐啊！今天的早餐是哈密瓜酸奶燕麦碗，飓风仪不太推荐这个，哈密瓜有点不太搭。小白，快别问！哎呀，来不及了。那是技术派的得意之作，就算是路边碰见了一条大黄狗，为什么唐叔也得拉住他，叨叨个半天。哪有？你这样一问，他更是3天3夜都说不完了。你觉得比较哪有小苏说的这么夸张？我觉得以为你们会说像苹果沙拉。年轻人有求知欲是好事。唐叔今天就给你们浅上一课，讲讲这天罗飓风仪的来龙去脉。因为放了酸奶嘛。话得从我年轻学艺时说起。天罗飓风仪是技术派为了切断大风9章的感应能力，众人合力潜心研究出的装置。其原理是把驱逐箱完全滤镜，同时反制一种欺骗信号。大风9章失去了承载的介质，就失去了对这片区域的实际感知，而欺骗信号又能阻止龙神察觉到这片区域的空白。有了这个装置，我们飘零人终于不用频繁转移地点，希腊酸奶减脂发展了。好了，唐叔，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零糖零脂的，不加任何添加剂的纯酸奶。唐叔生命中的乐趣都要被你剥夺了。不用这样说了，唐叔，人家只是怕你说的太累，帮你分担一下而已。
嘿，算了算了，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这么风风火火。你们赶紧去调教天罗飓风仪吧，之后得空再来找堂叔，给你们细细上一上课。陆秋元说：“有空一定。这个念 Shirenai。”那我们走啦，希拉奈，要你别忘对了，敷哦。不知道是吧？就是不知道的意思是吗？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意思，不是希拉奶吗？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希腊奶，你想玩谐音是吧？我懂了。哎，他把所有的都关了。666。他把所有的都关了。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一次，就是忘记。豆豆说：“捂脸。”哦，就是忘记哪个是开，哪个是关了，然后全给它关了，发现没解锁，又全部摁开一次。不知道是打什么鬼。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但是他用这个用鼠标其实好，用鼠标和那个触屏的比较不错，他用的是手柄就会很麻烦。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搁这转什么呢？好，不是很懂。这下就大功告成了。小苏，原来你在这儿，你现在有空吗？更新好了吗？我有些担忧。啊，更了一半了。是阿晨、小野那俩小子逃课的事吗？我刚刚在药田将他俩抓了个正着，叮嘱他们回去好好听课呢。他们和我说了，这俩人倒还是一如既往没心没肺。要只是这种小事就好了。实不相瞒，我有些担心普儿。他最近把自己关在山洞中，独来独往，也不与同龄人玩耍。只是没日没夜地扑在练武上，这样下去，且不说练武过度会伤筋动骨，心也会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汉姐，这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这位是山外山中负责给大家讲学的汉姐，你们不要见外。原来您便是克州的那位救命恩人，幸会。实不相瞒，山外山收留的竟是一些大风九章所不容之人，他们有些如克州。因自保或助人而触犯大风九章，有些因亲朋蒙冤，不得不投靠山外山。是这样，大风九章就是之前我讲的那个，就你只要犯错了，他就会给你直接带走。他的爹娘在他9岁时离世了，这些日子，普儿总是念叨着要手刃白楼，为爹娘报仇，所以，但是他这个犯错这种，他是很就是很硬的那种，我就见他一头扎进去。其实他可能更倾向于就是动手伤人这一类的。要是之后有什么进展再告诉我。但是如果是那种坑蒙拐骗，他可能就不管。这件事我们会妥善解决的。就是我故意骗你，故意引诱你，比如说可能就是不告诉你，然后让你亏点钱，然后向你讲。之前他有一个主线剧情是这么讲，就大概是让人。哎呀，就是骗你，然后让你就相当于从他那儿借点钱，你得还钱，然后你不就觉得被骗了吗？但是你还不能跟他动手，因为你一旦跟他动手，你就会被带走了，你就会直接被他带走，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已经站不起来了吗？这脑袋和脖子不一个色儿。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到，还怎么祭奠阿爹阿娘的在天之灵？站起来，继续啊，主仆！小小年纪能有如此决心，了不起。小小年纪能有如此决心，了不起。所以姐，是你也是听了韩姐的话，想过来阻止我的吗？
你走吧，你们无论说什么话，我都不会听的。别急，你不用擅自觉得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你不是一直不满大家不允许你加入外出巡逻的队伍吗？我现在破格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在这位姐姐手下撑过10招，我就认可你能够独当一面了。怎么样？这个要求不过分吧？难道就是那位与太后正面交过手的？那小子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遇到兴奋的事儿就恨不得马上拿个大喇叭昭告全天下。我明白了，请您赐教。这次轮到我来保护别人。上来就开大呀！竟然就这样输了。朱普，你太操之过急了，在他手底下，你连3招都撑不了。你现在还如此弱小，等你成长到能和白龙过招的水平，要多久？1个月、半年、1年还是10年？这10年内，你必要日日如此度过吗？太紧的弦会崩断，仇恨会蒙蔽你的双眼，影响你在战斗中的挥剑，让你无法再做出准确的判断。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时间，答应我，好吗？那我该怎么办？告诉我，我该怎么办？笑死我了！刚才这个配音给我逗乐了。看到小野、阿晨他们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我就打心底里怕。我怕自己像他们一样快乐，把至今为止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的骗子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世上。阿爹阿娘去讨说法，却被逼按惩戒，就这么伤重不治走了。而包庇坏人的大风九章太后，依然受到万人顶礼，万人膜拜。大家受大风九章的愚弄，进入直播间。坏的说成好的，轻的说成白的，阿爹阿娘的清白也就这样洗不清了。我好害怕，所以前我怕我一觉醒来就忘了，我怕我这辈子菊土豆豆说都没有能力去大笑大报仇笑大笑。我怕有一天我就像甘于受大风九章庇护的人一样，度过庸庸碌碌的一生。到时候菊土豆豆说什么鬼哭声？是这样。怎么和曾经的自己交代？强行哭。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别哭，朱普，别哭了。朱普，我懂你的感受。姑姑死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也和你有一样的想法。这里的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夜不能寐的时刻，相信我，这里不会有人忘记。飘零人的存在，就是为了颠覆这些不公。但是不忘记，并不意味着仇恨就是飘零人的全部。OK， 更不意味着出门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哎，还有5000。说溜了溜了，拜拜拜拜。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注意安全，不是吗？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吗？健健康康的走下去，才能看到报仇雪恨的那天呀。好的，我不该对韩姐说那些伤人的话，我之后会再找时间和她道歉。放心吧，韩姐只希望你们每一个都平平安安长大，她不会把你的话放在心上的。苏怡姐，还有这位远道而来的大姐姐，真的谢谢你们。你们不用再管我了，我想一个人再静一静。我们走吧，给他留一些独处的时间。不知道下一，因为这个苏乙应该是现在 UP 的角色，不知道下版 UP 的角色是啥。
哎，怎么卡了？啊，就是卡了。啊，就是那边发生什么事了？来的正好，怎么又要打呀？一臂之力。现在是什么哎，好卡！救命！情况？轮到我来保护别人。山外山的位置突然暴露，哎，太卡了，等一下吧。还在用贝雷，那是真投入了。对，这个 UP 主用的这个角色很拉胯，我都不用。大招技能没几个能用的。但是胜在儿童螺旋胜在配音有活人感啊，没有哪个二游能配音能这么自然。可不可分神？更具体的是，先将他们打退再说。哼，这些弊案，打退一波又来一波，简直没完没了。这么多年来，山外山的坐标一直隐藏得很好，今日怎会突然暴露？小苏，你找到缘由了吗？我不知道，天罗飓风仪我今天还调教过，是完好的。完了，不会怀到啊？但必须防守好天罗飓风仪。要是它被破坏了，山外山的自保手段就要彻底失效了。就是没有讲什么就不像周末地那种。陆秋元说：“这那啥调教过。”怎么说的？不像周末地那种云里雾里的那个啊。这哥们儿是那个克州的师兄，对。这起袭击是你所策划的吗？也是 UP 角色，上一期的 UP 角色。奉命而来。好你个玉明，出卖基地位置，向你的新主子求荣是吧？朱末地是说当谜语人，我已经回答过。明朝是用各种，我是奉大封九章的旨意前来征讨飘零人，各种专有名词，一概不知。然后元神忘了，米家也是谜语人，米家也是谜语人。皈依大封九章之后，你们不是已经把旧时入口尽数更换了吗？不用再说了，师兄，我信你。现在起码这个配音听起来都是你曾经的同伴，好歹啊，都还是能听得懂。我相信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师兄，我只问你一次。除了可能有一些地名，有一些确定要用我们挥刀吗？物品的名字是他创建的专有名词，其余的还好。我不要听大封九章的判断，师兄，我要听你出自本心的判断。飘零人虽屡触天律，但并未犯下大过，也不曾主动戕害无辜。目前的刑罚重。既然如此，回来吧，师兄。当初那件事，真的，他师兄，他比他师兄看着还老啊，你知道吗？沉溺过往。我最开始我没有听到这个角色配音的时候，我以为是个大叔音，但是配音又显得很年轻，就又老又年轻。你竟还敢提那件事？师父师妹的在天之灵尚未安息，一句轻飘飘的意外，难道就能让他们活过来吗？柯州，当初我判处飘零人时，就与你提过，从此世上再无玉。而且，对吧？他这个就是无名无姓的应天出的 UP 角色和剧情一点关系没有，该当反派当反派，该死死啊！我不管，我觉得这挺好的。不对不认之人出手。那个剧情写剧情的，然后当期 UP 出当期 UP 的不影响。
不然的话，就是有很多人会比较忌讳，就比如说反派啊不能入池啊，然后入池的角色不能死啊，这种我感觉会很束缚剧情的写作，导致会整出很多逆天操作。不认真起来了，有什么话待到打出个高下再说也不迟。女主原本的角色技能是个辅助，没什么伤害。回归雾海，飞光，消散，消散，都快嘎了，我去！飞光，这缩血了吧？一轮结束，请君赴死。啊，没缩血，还在掉，就是掉的有点那啥。飞光，该用枪突突了。飞光，消散，飞光，没办法回血了，有点尴尬。盾是回了，但没办法回血了。伤害有点低。欢迎陆秋元进入。欢迎陆秋元回来啊！好了哦，只打一半啊，只打半血啊，就进剧情了。师兄，原来你已经这么厉害了。刻舟，我问你，飘零人只想过破，可曾想过立？若是大风九章轻浮，会受横行肆意，暴食无人约束，芸芸众生将如何得以保全性命？求我们，让大家苦练这一身武艺做什么？那使者呢？会使者以不复为人，杀了便是。土豆豆说，切磋功夫点到即止。壮。会使者是你的师长，挚友啊。这里说一下，会使者就是指他们这种人。他们这种会能力的人失控暴走啊，就是丧失理智了。就是这里面除了大风九章以外，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怪物啊，这种怪物只需要就普通人打不了，得需要他们这种有超能力的人，但是他们这种有超能力的人有可能会失控啊，变成怪物啊。就第一个当期 UP 的角色就是为什么成反 BOSS 了呢？是因为他就失控了，变成怪物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给打死了。够了，拜托了，跟我来，一定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大概讲一下这个情况。OK， 等一下，我登一下这个那什么，稍等。哎，我得输一下手机号。菊土豆豆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啥玩意儿？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不是一家人，谁跟你是一家人？谁跟你是一家人 ？OK， 来了！抽卡肯定是要花钱的，这都不用想了。啊，这个雅弥这个角色真的是我等很久了。Morning, timekeeper. I have already crossed more than 10. 来，这是什么？这是给啥呀？啊，这是68块钱的皮肤。我在说那些超能力不是，他们超能力也不是一家人，就怎么说呢？这块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你可以理解为有点像那个 X 战警里边的那些，就是会突然间异变的那些人。
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有超能力的人，不同地方的人看待的也不太一样。当然可能也有点基因的关系，就比如说2个有超能力的人，可能生下来的孩子是有超能力吧，这块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有点像 X 战警里的那些超能力人，就是他不是天生就有，他是会后天觉醒。当然你觉醒，土豆豆说这样就很明白了。是这样。欢迎7837262287粉丝进入。然后有些人对他歧视就跟 X 战警是一样的，就是说小的时候看不出来，大了之后可能就会觉醒，然后还会有一定几率会失控变成怪物。然后这个世界上也有上来就是怪物的，就是这些怪物只能需要这些超能力的人去打，普通人整不了。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我看看这期 UP 呀，这期 UP 这期 UP 就给1个人的吗？只有1个人的。高频柜台啊，只有1个人的，那没事了，到时候充钱有可能就能兑换了，咱们不着急。这是主线吗？不太记得了。看一下这个 PV 吧，虽然官网也发了，但是给大家看一下。雅弥这个角色可以是推进很久了，他就是我说的从1.X版本就一直就非常有人气的角色，然后现在终于时装了。这里边有很多人外，你知道吗？就不是人的人，不是人的角色。Not just something, the pre-storm protocol, and soon.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haven't... They're simulated data. Forget your humanitarian care. Think about it clearly, Adler. The pieces in the toy box are not objectively different. 他最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也忘了，到时候给你们找一下。很像极乐 disco。之前那个对话和配音很像极乐 disco，就它杂糅了很多一些很欧美的游戏和一些美剧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里边也有这个有点像 X 战警，这里边超能力人也是跟 X 战警似的，也是觉醒。说这个是不是有跟刺客合作过？对，是的，有跟刺客信条合作过。然后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卡池里2个刺客信条角色。Adler, just by observing it, you have become a new influencing factor on the core. No matter what you see, don't approach it. We mustn't... Every puzzle has a solution. And the world is just another crossword. 菊土豆豆说，突然有印象见过。欢迎奈之洛河进入直播间。怎么不能跳过吗 ？OK， 给你们看一下，就这个俩，其实可以有的，他俩的刺杀队也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一般很少打，因为他们的队友可能会跟别的人组队去。
菊土豆豆说：“有心动过，但就没之后了。”捂脸。其实玩的话就很简单，就是卡牌游戏，就没有什么，就回合制卡牌游戏，可以看看剧情啥的。咱们就不看剧情，因为看剧情太长了，看剧情得好几个小时。咱们就尽可能快打。然后抽卡的话，先打，先把那个钻先拿了，然后咱再抽卡。要不然，因为肯定要花钱的，就上一个卡池我就，因为上一个卡池我就花钱了，所以相当于没有多少钱。An interesting one. 啊，它这个游戏最好就是可以就是开自动啊，然后伤害很高啊。梗係我捉你，唔係你捉我。基本上我现在卡池打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可以建议大家看一看它的剧情，就1点几的剧情写的真不错，把1点几版本的剧情看完就可以了，后面就一般了。菊土豆豆说：“刚刚的是不是粤语来的？”对，它这里面的英语版本是贴合角色的，就是如果这个角色。就是他可以，他不只是说英语，他可以说很多语言。然后他也可以单独调，像所有的中文角色，我就中国角色我都调成中文了。但是刚才的那个安安的那个他是香港人，所以他是英粤混的，他原版就是英语和粤语混的，所以我就没调，没给他调成全中文，因为全中文可能就没有粤语了。菊土豆豆说：“有意思。”对，他有些会说法语，像这次的雅弥，他是个什么俄国人，他是德国人。他有时候在剧情里会说德语，然后也有俄国人说俄语，也有法国人说法语，然后他们会就混着，比如说英法混，然后他的英语也会有口音，什么俄法混，然后什么不是什么俄法，那个英俄混。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俄语、德语、法语，对，中文有的时候他也会混着说，中文一般就是粤语了啊。还有这里面还有一个日语角色，但是是个4星，没有专门的角色出。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欢迎 L 嗨卡早上好的。然后这里面在主线剧情里有一个但没有入卡池的一个叫张芝芝的人，然后他也是中国人，但他平时说中文，不是说什么中文，说英语。但他是那种有口音的那种，就中国人说英语那种感觉。挺有意思，配音做的很好。An interesting one. I'm impressed. Concentrate and visualize. An insidious strike. One moment. I'm just finishing up with some. Very well. Let me try my hand. The universe could use a little more. Don't take it on sick.
Whoa. Easy. Copy that. 欢迎78372628粉丝进入直播间。腾幽动微，墨韵虚无。像这个角色就是我给他单独调成中文了，他原版是说英语的，然后我给他调成中文。所以他平时的时候，他就是战斗还有 UI 的时候都说中文。欢迎阿木良，早上好，早上。现在在打1999。豆豆说赞。对，能中国角色能说中文的都说中文，除非是我觉得说中文反而不好，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安安，他说中文的话好像就没有粤语了 ，so sad。Fortunately, my needle hasn't dulled a bit. Don't take it on step. A word of color on the tip of my brush. Initiating research on a big card. Well, Copy that. Easy. let me think on it. There's a needle beneath this silk. One moment. I'm just finishing up the symbol. Of color on the tip of my. Don't take it on step. After I leave, I. Whoa. Easy. Ah, an interesting one. Thunder Talisman. Flutter Scientific off in the clean soft sand. No? 가슬인가? Go go go！ 快快快！我要拿钻。Fortunately, my needle hasn't dulled a bit. Don't take it on step. The universe could use a little more color. Well, Easy. let me think on it. Thunder Talisman. There's a Scientific needle version. beneath this silk. Crickets and fireworks. And that's that. No? 가슬인가? OK， 10，回个题。Fortunately, my needle hasn't dulled a bit. The universe could use a little more. Don't take it on step. Well, let me think on it. Thunder to me. Flutter off in the clean soft sand. Crickets and fireworks. And that's that. OK， 下一关。啊，哎，这么快就 BOSS 了吗？一般打平衡的时候都是 BOSS 战，然后不能开自动，只能手动打。手动打就手动打了，我无所谓。我这伤害一会儿你就没了。看看啊，而且每次 BOSS 艺术设计也不错。看一下这个自身体增强，这个呢？ Let me think on it. 单体攻击，上几个高的。欢迎说书人不说书。欢迎说书人，早上好，早上好。
唱几个高的。欢迎说书人不说书，欢迎说书人，早上好，早上好。Concentrate and visualize. Take note of the cloud's shape. Rise. We overestimate your strength. 嗯，为什么还会回血？再见。哎，轻轻松松，轻轻松松。它一般应该就二十多个剧情，这么快就到 BOSS 战了吗？你看它这个就很像那个极乐迪斯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或者玩过？我是有看过。哎，我操，这什么东西？将 ZUK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单词啊？不知道没有看过极乐迪斯科，其实可以给大家播极乐迪斯科。但可能会有点无聊，因为确实有点无聊。我玩过一点点，然后没太玩明白，就是大概理解了，但是玩着玩死了。欢迎米库那一进入直播间。欢迎米库那一，早上好，早上好，感谢所有人点赞。就是你有没有玩过崩铁？崩铁的那个有看过。崩铁的那个崩铁的那个。Roger 也很像，也是很像极乐迪斯科。极乐迪斯科那个 UI 和他那个游戏设计，好多游戏都在抄。曲土豆豆说，不过这种收集角色的游戏已经有玩2款了。不是，我说那个极乐迪斯科，那是个 Steam 的游戏，我给你们看一下。那是个 Steam 的游戏，极乐迪斯科。收到来自 L Deca 的一个粉丝团感谢灯牌 L 的粉丝团灯牌，感谢，我看一下啊。稍等，我再点玩下一把，我再给你们找。忘了。土豆豆说，那个我知道。对，我玩一下，有点没太玩明白。之前私底下玩的时候。在哪里？找不太到了，20年吗？还是什么？啊，找不到了。游戏太多了。哈哈，游戏太多了，找不到了。18年不会吧？极乐迪斯科有出那么早吗？算了，不找。OK， 这就是都打完了，然后咱们。豆豆说大笑。先把这个兑换了，抽卡的这个先抽。莎莎，你听得懂粤语吗？那必然是听不懂，兄弟，那必然是听不懂。这是什么？人们消耗3个灵魂电池，可从指令范围选择一个。也是。这是什么？只能从他们这几个，那必然是听不懂啊！你想让一个北京人听懂粤语吗？我又没有那个环境。还差一个压缩电池，但是有一说一，这几个角色的造像真的一般，收益不大。唯一升的可能就是安安可升，其余的不太想升。那等着吧。然后这个。寻找，OK，鬃毛
看看这把棕毛，棕毛估计需要当期 up 角色，所以咱们先搂一波。他这次的剧情还挺短的，还以为会60，让你在这儿兑换60个兑换一个造像，可以兑换，直接补塑造了。来抽卡，家人们，紧张刺激的抽卡环节，他这个比较好，把你这个你要买的这个都放在这儿，我这只能抽一丢丢，只能抽个，肯定大概率得花钱了，除非非常欧。再来。菊土豆豆说：“抽卡，喝彩。”啊，紫的不用看了，大概率会非常的肥，大概率肯定是得花点钱了。没有。啊，紫的没事了。OK， 免费的到此为止，能不能出？啊，好，出不了了。哼，蹬一下。还是不够。看这个6块是给多少？给1个，这是给多少？给俩。啊，等一下，我充个钱啊，稍等。哎，他这个给的太少了。他应该有，就是直接给你完整的哦。言子鱼说：“后边有上缴工资，后边有，就是你充完一个，它会冒出来一个新的，源源不断，无穷尽也。上缴工资还好，这个基本上看欧飞的程度，有的时候就不需要。看一下，啊，不够，还得再接着抽。”我希望他能给我点那个紫色的钻，我好买皮肤，要不然又得花68块钱买皮肤。啊，这回够了吧？我操，还不够，还差一抽。服了。我1999是全皮肤、全角色的，全收集。这回应该够了，再买就买到月度礼包了，我去！再买月度礼包了，兄弟们来了啊！钱花的不亏啊！走你！这，哎呦嘿，双环！哎，可以，兄弟们，这钱花太值了！这钱花太值了，兄弟们！先来第一个，可以，哇塞！菊土豆豆说：“大课长，出了，可以，大概花了100。说台北市特100，花的不多。之前我有一回，因为他周年庆的时候是200抽可以兑换一个塑造嘛，我会抽满200抽，当时花了得有快1000，看能不能再出个再出。能不能再出？漂亮，双黄移速，漂亮，哇，漂亮，太舒服了，舒服了，兄弟们，舒服了，哎，舒服了，截个图，舒坦，发到群里炫耀一下。言子鱼说：“66666。”可以，发到群里炫耀一下，舒服了啊。舒服了，花的值，钱花的值。菊土豆豆说：“好高兴哦。”是这样的啊，其实没有花很多的钱，直接获得了一个移速，这能不高兴吗？这能不高兴吗，兄弟们？而且连小保底都没有到，没有吃小保底。菊土豆豆说：“喝彩！”是这样的，没有小保底。移速是啥？它是个电能的盾，电能队的盾。
这次估计要打电能了。菊土豆豆说：“美好的早上。”是的，美好的早上。然后打一下这个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下播了。播的时间有点久，超标了，主要这个游戏更新时间太久了。哎，我感觉我有的时候也要更新一下这个副本了，打的有点太……之前那是老黄历了，这是最开始开服的时候的那套流程了，该换个强力一点，一招秒。这都打好几轮，这都打3、4轮了。这仨角色全都淘汰了。OK， 大家拜拜。周日吧，我也忘了。啊，对，周日见，家人们，周日见，大家拜拜。我看一下 ，say goodbye 一下，拜拜土豆，拜拜菊土豆豆，拜拜 AI， 拜拜言子鱼，拜拜术士人，我们 Morning timekeeper。菊土豆豆说：“周日见。”替换一下拉电线的环节 ，dog。啊，替换一下什么？替换拉电线的环节？拜拜。啥叫替换一下拉电线的环节？拜拜。拜拜。